我最近特别想吃巧乐兹，但是我从小对这玩意儿就有一个遗憾，就是里边那个巧克力棒太短了，吃着不爽。所以我打算试试看能不能做出一款把内心巧克力填满的巧乐兹，来解决一下这个遗憾。不过要想实现这伟大抱负啊，需要先给这加长内心做一个定制化的硅胶模具，而且要严格的计算好长宽高的尺寸比例，这样才能确保它最后在整个的冰棍当中是处于中心位置的。但这玩意儿说着挺轻松，做它整整磨了我们4天，那真是隔行如隔山。真的，我从来没想过做模具这个行业居然这么伤肺。做好了这个碟，就可以逐层开始做冰淇淋了。最里边这个脆球，我刚开始想用爆米花机崩点高粱米，但是米花放在巧克力里实在是太抢味了，就特别像脆香米，而且火候也不太好掌握。有一代着急开盖，给我哥皮鞋都烫漏了，所以这个做法直接让我给搬了。后来我发现麦丽素的做法也很适合做这个脆球，但是麻烦的是巧乐兹里的球又小又多，而且没什么批量生产的办法。也就是说，这1000根冰棍里要用到的所有小球都需要我们这样一个一个点出来，然后放到烤箱里烤才行。我们从下午点到中午，一共点了4万多个豆。这流水线干的特别像给趣多多点巧克力豆，就是后来机械到哪怕现在让我们去趣多多工厂，那都可以跨过11期直接上岗。使了就可以涂膜做雪糕层了。这个部分我参考了一下梦龙的口味配方，黄色的是香浓的大奶味儿，白色的是没有那么甜的香草味儿。而且为了多活几天，我把雪糕的包裹层也改成上下夹层了。但是现在冷冻的时间和空间是个大问题，家里5个冰箱全用上都没放下。后来我实在是没招了，我在楼上邻居家寄送了200根。最后做巧克力脆皮的时候，我放了特别多的坚果碎，但是吃的时候发现这样太香了，吃不出来冰淇淋的凉爽，所以最外层我也做成梦龙了。现在这冰淇淋虽然外表平平无奇，但里边每一层都特别饱满，尤其是这根顶天立地的内心巧克力，这看着就特别过瘾。然后算了一下，这梦乐兹光食材成本就合到8块7一根了。我们从研究模具开始做这玩意儿，一共做了12天呢。最后正好是做满了2个冰箱，我估计以我们炫冰淇淋的速度，现在还真说不好夏天和糖尿病到底哪个先来。我最近看点病越来越好，心里特别激动。作为一个本地老土著啊，我实在是太想在这个时候给鼻子干点事儿了，所以我买了500多斤水果，我打算做1500根冰糖葫芦上大街免费给游客发去，让大家感受一下我们本地人的美食和热情。但是这1500根口号喊挺爽，做起来真是要命。这里的每一个环节都比我想象的要复杂，就光给这160斤山楂去籽压扁，我们就干了一整天。问题越着急还越出错，那熬糖的时候一会儿熬糊了，一会儿干翻沙了。我当时心里慌的一批，我心说要是按照这个效率还想如期发放的话，那恐怕我得尽早去找几个卖糖葫芦的摊贩聊一聊团购的事儿了。所以后来我们就开始尝试找朋友来帮忙，然后一听说是招待南方小青豆，大家都特别热情。最多的时候，我家这客厅里同时容纳了21个人，就恨不得走道都得横着走。而且人多了之后，这流水线也流畅了。就在这么一个40多平米的小客厅里，我们同时组建出了6个工作部门。但即便是在这么高效的工作架构之下，我们的节奏依然非常紧张。那天看直播都有印象吧，我们全程都没工夫说话了，后来就连上厕所都有时间限制了，你就说这强度它有多魔鬼吧。然后除了这些正常的糖葫芦，我还想做几个超长的给大家照相用，但这玩意儿做起来也贼费事，我们需要先用刀一点一点的把这架条削得足够细，才能往上穿水果。那老上当局穿的恨不得穿仨就得碎俩，就穿这么一串给我们小脸吃的是蜡黄。然后除了这些2米的糖葫芦，我还专门给大家做了一个能拍照的自行车。就准备完这些东西，我真是把家底都掏干净了。我当时有种什么感觉呢？就是我好像在那一刻和哈尔滨文旅共情了。最后盘点了一下，历时4天，我们一共做出来1726串，再多做1串我都容易嘎了。然后发的时候，考虑到几个景点间隔太远，我就弄了个小推车，我把这几个景点串成了一个路线，然后全程推着这小车给大家发。零下20多度的天里，我们走了9个半小时，给我冻得都想嘎肾了。但是看到大家拿到糖葫芦之后那种喜悦，我真特别满足。然后那天还有很多本地人自发来送暖贴和维持秩序，我当时就觉着今年要是从物理温度上来说，可能哈尔滨最冷的一年，但是从情感上来说的话，今年的哈尔滨呢，它实在是暖得发烫啊！来了就是自己人，欢迎你来哈尔滨。
妈，整挺酷。我最近约了几个南方小土豆去滨海大街玩，但是里边现在排队实在是太邪乎了，所以我买了100多斤山楂。我打算提前在家做点酸奶山楂球，然后带到里边留着排队的时候吃。但是想做这玩意儿就得先做山楂糕。这回处理山楂，我是先去的屁，然后烫软了再去它的核根。这种方法虽然麻烦，但却是最适合我们的，因为我们前2天刚捅了3000多粒山楂。我一点不撒谎，我现在看见这个桶子，心脏就有点生理性的突突。然后这山楂加水打成泥之后就可以过筛了，但这玩意儿因为组织纤维太细了，筛起来巨麻烦，而且用刮板还不吃劲儿，就只能用手干。那后来给我干的指纹都快磨没了。但这都不是最魔鬼的步骤，最魔鬼的是后来熬山楂糕。这玩意儿吧，它没法大火，我们一度熬到了第2天早上4点多。完了熬的时候还特别崩，这小点崩出来一趟一个泡。真的就这么做一次之后，我特别佩服那些能在家给孩子做山楂糕的父母。这要是我家孩子以后跟我说想吃那种没有添加剂的山楂棒棒糖啊，哼，我恨不得上去是个牙掰碎的。然后外皮儿，我参考的是最近特别火的酸奶糕的做法，就是奶粉加酸奶一起混成团就可以了。所以最后这个小零食是一块酸奶糕包了几块山楂糕，然后外面还裹了点奶粉。这东西吃起来酸酸甜甜的，特别好吃，关键嚼起来口感还特别紧实，但就是做起来效率太低了。我们一共是做了7、8个小时才传出来300多个球，所以后来我非常果断，就把大部分的山楂糕都直接做成山楂糕了。主要我算了一下，要是想把这些东西都做成酸奶山楂球的话，那可能做完滨海大街都化了个嘚儿的了。然后我们就带着这些吃的去勇闯滨海大街了，就去排大滑梯去了。今年这园区里好玩的东西实在太多了，尤其是蹦野迪那段实在太嗨了，我们这顿跟着摇头啊，以至于没等他迪蹦完呢，我弟就把脖子给闪了。就看他这个状态，我估计他得带这个脖套回家吃年夜饭了。我最近特别好奇那种细如发丝的龙须酥是怎么做出来的，所以我买了100多斤糖，我想在家体验一下这个过程。然后做之前我看了1宿教程，我当时感觉我厉害透了，甚至我觉得这玩意儿都没有小时候翻绳难。结果干上之后，那翻车都要翻出花来了，那糖不少软了就少硬了，甚至有一呆我那糖拉着拉着还给我弟头发粘一起去。好家伙，正值正月他头发赶上这么大个结，这事儿我想想都替我爸感到后怕呀。后来在做的过程里，我们一直在失败，甚至一度熬糖的速度都赶不上我们失败的速度了。关键这玩意儿它没法通过结果倒推过程，就是失败了之后我们不知道因为什么而失败的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我们知道错了，但不知道错哪儿。后来我去问了问我姑，我记得他2年前就做成过，他在一些细节上帮我们进行了校正，同时让我明白了很重要的一环是拉糖时候的温度。这个温度虽然没有具体数值，但可以通过一些行为给它具象化。我拉起来可比小号难多了，很多环节都是亮面产生了质变，而且我发现多人一起拉糖考验的其实不是默契，而是情感。那干的时候我仨都快毕业了，我当时就觉得有些老话说的还是有道理的，这3个和尚凑一起呀，他果真是没水喝呀。后来我们在长达30多个小时的失败里边，终于找到了一些技巧。这回拉完之后，那龙须酥真像比头发丝儿还细了。然后为了好吃，我们还加了点坚果碎，这吃着跟小时候在街边买的简直一模一样。不过想想也挺神奇，平时我都是看人在夜市拉，从来没想过这玩意儿居然自己在家也能拉。后来其实我又尝试了很多次，我试图能找到一些可以量化的标准，但是成功的概率非常低。所以最后我总结为，只要不是老师傅干这个，那想成功的办法只有一个，就是撞大运。而且这个东西吧，其实不太适合在家做。我们做完了之后，那屋里跟喷过灭火器似的。完了晚上洗澡的时候，居然还洗出一身欠来，你说这你受得了吗？这个。